这次讲涅槃师竺道生。涅槃师就是学习涅槃经的这么一批人。涅槃经属于如来藏学第一阶段法性如来藏的经典。竺道生这个人呢，学的比较杂，拜过好多师傅，其中包括当时最著名的两位庐山慧远和鸠摩罗什，他都跟着学过。鸠摩罗什的十门四圣就有他一位。东晋末年，涅槃经被翻译到中国，道生就开始专攻涅槃经，提出了很多创建，被后人尊称为涅槃圣。下面介绍道生的思想，他的核心思想是理佛说。看这个图，道生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理等于法性真如。这块啊本来就一堆名字了，道生往里再加一个理字，理就是道理、真理、天理，它当然等于法性了。关于理这个字，咱们在讲中哲朱熹的时候讲过，就不重复了。理佛说是中国本土思想与印度如来藏思想的初步融合。下面说一下如来藏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的一个大概情况。在如来藏经典进入中国以前，释道安提出本无论，然后慧远提出法性实在论，以道本无法性作为世界的根本。释道安和慧远是没有接触过如来藏经典的，但是他们的理论跟法性如来藏非常的相似，都是一个上下结构，上面一个道，下面一个世界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中国人有道家的以物为本的思想传统，所以在如来藏思想没有传入以前，中国人就已经自行具有如来藏的倾向了。而且儒家的人性本善也与如来藏思想非常的相似，所以涅槃经翻译过来之后，印度的如来藏思想进入中国，中国人就觉得这个东西好，天然的有一种亲切感，于是如来藏思想就很顺利的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。如来藏学也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主流。之前鸠摩罗什僧肇的般若学就退居二线了，玄奘法师后来去印度取经取回来的唯识学也被大家冷落。然后伊产提可成佛。公元417年，法显译出6卷本尼亨经，只相当于全本涅槃经的前1/4。经文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将来都可能成佛，唯独伊产提人是例外的。伊产提就是断绝善根的极恶众生，懈怠懒惰，失卧终日，毁谤佛法，善根断尽，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成佛的。经中说伊产提就像没有种子的土地，虽复食于百千万劫，不能令生。伊产提被亦复如是，就说没有种子，再下雨也长不出庄稼，伊产提就是没有种子的人。道生对于涅槃经伊产提不能成佛这种说法是不满意的，他认为伊产提应该也能成佛。他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？首先从理论上来说，佛性就是理体，宇宙中的任何事物，任何人都要符合这个理，不可能迈过去的。哪怕是一粒灰尘，它也有自己的理，任何人都有理，也就是任何人都有佛性。其次，从大乘佛教人人平等的精神来讲，伊产提不能成佛是不符合大乘教义的。人人具有佛性，表达的是众生平等，人人都是佛，谁也不比谁高一等，谁也不比谁低一等。这里能体现出平等、互相尊重这些东西，可以营造一个很融洽的氛围。伊产提不能成佛强调的是种姓之间的对立，人与人之间从根本上就是不平等的，这个氛围是非常不和谐的。所以道生坚持认为伊产提可以成佛。竺道生的观点一提出来，就遭到僧人们的一致反对。那可是佛经啊，那是佛说的，佛说的是不可能有错的。你说佛说的不对，那你就是妖言惑众啊，就把他逐出僧团。竺道生离开僧团来到苏州，传说他曾据石为徒，把一群石头当徒弟，讲涅槃经。当他讲解伊产提也能成佛的时候，问石头如我所说契合佛心吗？石头们就纷纷点头，表示你说的契合佛心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生公说法，顽石点头。不久之后，昙无谶翻译了全本涅槃经，经中称伊产提可以成佛。有了佛经这么说，大家再一琢磨，的确应该是这么回事儿，整个佛教界就非常叹服竺道生的孤明先发。
顿悟成佛，讲顿悟还是见悟的问题。顿悟的意思是悟道是在一瞬间完成的，不觉悟到觉悟之间的转变就是一瞬间。见悟的意思是悟道是需要一步一步完成的，道理每次学一点，每次长进一点，积累了很多之后才能最后掌握真理。成佛到底是顿悟还是见悟其实很难讲。要说见悟，无论大乘小乘，它修道都有一个道次第，你得按照次第一点点的进步。从这个角度说就是见悟。但是菩萨跟佛之间毕竟是有一个质的差别的，菩萨的智慧是有限的，佛的智慧是无限的。你菩萨再厉害，哪怕你已经是十地菩萨了，那你跟佛也没法比。必须在金刚预定那一刹那，你从菩萨变成佛，你才能获得终极圆满的智慧。从这个角度来说顿悟说也是很合理的。印度传统的说法就是有顿也有见，比如楞伽经有一段就是讲顿见的。尔时大慧菩萨为敬自心现流故，复请如来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，为顿为见也？自心现流就是自己心中所显现的杂染的意识之流。大慧菩萨问：我要净除自心现流的话，这个过程是顿还是见呢？然后下面一段就举了很多例子，说明是见悟而不是顿悟。比如阿摩罗果，它是见熟而不是顿熟。再比如制作陶器，也是见成而非顿成。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的时候也是这样。然后下边一段讲顿悟而不是见悟，比如镜子能无分别的顿现形象，比如日月的光华能顿照一切世间。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总的来说就是顿悟见悟都有道理。中国佛教在竺道生以前就已经开始讨论顿见的问题了。当时主流的观点是七地顿悟。所谓七地顿悟，就是七地以前是渐修，七地之后是渐修，在七地这儿有一个顿悟。比如当时的知道林、道安、慧远、僧肇都是主张七地顿悟。这些人认为菩萨到了七地境界即可获得无漏智慧，获得无生法忍。无生法的意思是远离生灭之真如实相离体，忍的意思是安住不动。无生法忍就是安住于实相之力而不动，就说你已经完全获得了般若智慧。注意这些人所理解的七地跟咱们之前讲的七地是不同的。菩萨修行的十地理论，它是有一个逐渐发展成熟的一个过程，所以十地有一些不同的版本。咱们之前讲的十地主要是按照瑜伽行派的成唯识论来讲的，但是在鸠摩罗什翻译的大智度论里边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十地，是属于比较早期的版本。这两个版本在大概内容上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在细节上还是稍微有一点差异的。比如在如何理解七地这个问题上，瑜伽行派认为到第七地之后一切事项不能动摇，咱们之前就是按瑜伽行派这么讲的。而根据大智度论的说法呢，他认为第七地是获得般若智慧，然后第八地具足神通，第九地成就众生，就是利他呀，第十地一切种智具足圆满，断一切烦恼，成为补处菩萨，马上就可以成佛了。这是大智度论的说法。一切种智这个词儿印度佛教史讲过，补处菩萨之前也讲过，就不多解释了。东晋当时人所理解的十地就是大智度论的那个版本，在七地以前是学习道理，在第七地的时候对真如实相就可以领会了，道理就都懂了，只是懂得不那么深刻而已。然后经过八九十三地的加深理解，到了佛地最终成就佛的智慧，这就是七地顿悟。这里的顿悟并不是说顿悟成佛，顿悟了之后还是有渐修的，后世就管这种顿悟叫做小顿悟。到了竺道生这里他认为宇宙万物唯一无二的理是不可分的，因为理不可分，对理的悟就不能分段进行，必须是以不二之物去明辅不二之理，
使理与智之间契合无际，才能豁然贯通，才能真正的觉悟。所以一悟就要全悟，从初地到十地都是渐出烦恼，没有悟道的可能。只有在十地菩萨的最后一瞬间金刚预定的时候，才能叫顿悟，才能证得法身。竺道生这种顿悟啊，是顿悟了就成佛了，所以后世管竺道生所讲的顿悟叫大顿悟。实际上小顿悟与大顿悟它们之间是没有矛盾的，都是讲第七地获得般若，然后金刚预定获得佛智。对这个顺序大家是没有争议的，有争议的只是顿悟这个词的使用方法。顿悟这个词是用在第七地还是用在佛地，分歧就是这个。准确的说，这是一个语文问题，而不是佛学问题。尽管竺道生主张大顿悟，但是他仍然看重渐修。竺道生说，理不可顿揭，必要严粗以至精，损之又损之，以至于无损矣。就是在证悟实相之理以前，需要不断的精研佛理，不断的在生活中实践佛理，使对佛理的认识由粗浅不断变得精深，逐渐积累自己的佛学造诣，接近顿悟的境界。直到十地之后，以金刚道心勇猛破除一切虚妄。竺道生呢就说这么多，先休息一下。